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继上几期关于保湿成分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些成分，大家有可能说这个 B5啊是修护成分啊，不是保湿成分，我都是按照它的这个保湿功能的这些成分讲下去的哈。今天讲到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不是抗老成分吗？怎么会是保湿成分呢？因为它目前来讲，可能保湿的作用比抗老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更大一点。那今天咱们讲的就是多肽。多肽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是蛋白质拆解出来的东西，或者是组成蛋白质的东西。不管你正着说反着说，就算是有机物哈，就是蛋白质里面的这些东西哈。咱们具体的这种科研的这种小细节，我们就不在视频里面过多的去纠结了。咱们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细胞的营养，我们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哈。然后呢，也知道我们的皮肤最主要的几个蛋白，一个就是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叫做弹力蛋白，就像床垫里的这种弹簧这种蛋白哈，咱们叫它弹力蛋白，都是能够真正的起到抗老效果的这种蛋白质。那我们用这个多肽呢，它是可以到我们皮肤之后可以组成这种蛋白质吗？还是用其他的形式来合成这种蛋白质呢？其实我们目前现在用的多肽哈，它都不是为了到皮肤里面去组成蛋白质的。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如果用的产品里面含有所谓的胶原蛋白呀这些东西，它就很难被皮肤所吸收。而且它真正被皮肤所吸收了，它到我们的细胞中是不是可以起到我们自己细胞里面合成的这个胶原蛋白的功效呢？这个肯定是跟我们的人体自己组成的这个东西和合成代谢的这个过程是不同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讲胶原蛋白，我们主要是讲我们现在护肤品里面用的这些多肽成分。近些年的这个口罩问题，大家的这个关于生物方面的知识哈，我觉得应该是全民都有所增长。那大家知道这个蛋白质哈，咱们不管这种有机物质进到我们的皮肤之后哈，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免疫功能，就是迅速有一个这种不速之客进来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开启免疫功能。然后这个在免疫过程中呢，它不管是消炎也好杀菌也好然后一系列复杂的反应之后呢，能激发我们人体的所有免疫细胞都活跃起来。那在这个活跃过程中呢，一个是消灭了这个外来侵害到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或者是这个有机物质。那另一方面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一个 clean up。那这个 clean up 说实话哈，目前科学来讲的话，它肯定是有好的方面有坏的方面的再遇到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的话，我们就第一反应就会把这个病毒或者把这个蛋白质给杀掉。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有伤害呢？这个呢，也有科学家就说，你这个人他这个细胞或者是他代谢一次或者人伤害一次它其实对身体多少是有一些损害的。所以说这个正向和反向，就是这个免疫功能它肯定是有好的，那免疫功能越强，你越能抵御外界的这个抵抗力。但是如果你时时的都去刺激它，是不是对我们身体也有不好的影响呢？这个就是通过口罩我们得到的这些信息。那讲到这个护肤品里面的多肽目前我们运用它也是把它当成就相当于一个就是trigger， 就是刺激我们的皮肤自身的免疫功能，然后从而呢让我们分泌更多的这种胶原蛋白，或者是弹力蛋白，或者是促进我们皮肤真皮细胞的生长。就是这样的功能，它并不是说直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去合成蛋白所以在你使用这个多肽的时候，它也并不是说100%安全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就像 trigger 嘛，就是欺骗我们的身体，认为我们的皮肤受到了伤害，需要大量的修复康复，代谢老的细胞，合成新的细胞。它是欺骗的，有一种欺诈的欺诈，就欺骗我们的皮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的炎症反应你激发免疫系统，它就会有一定的炎症反应。那有可能有些人他就会不舒服不耐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多肽呢，你如果觉得不舒服了，那说明你的皮肤还真的能吸收到它。那大部分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用多肽都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多肽它真的很难进入到皮肤，真的很难就是激发我们的身体
对它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也有可能它进入到我们皮肤之后啊，我们的这个人体特别的强大，对它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用这个多肽的产品应该是反应都不大。不过不要掉以轻心哈。不过呢，对于那些一直没有办法对 A 醇 A 酸耐受的朋友们哈，择多肽来抗老的话，是相对来讲就是更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选项。目前用的这个护肤品里面的多肽哈，它主要是分为几个种类。第一个种类就是它起到一定的运输的作用，它并不是直接参与到皮肤的这个代谢呀和这种免疫功能这样子的作用里面，而是在我们的细胞当中起到帮我们的皮肤细胞呢运输更多的矿物质，比如说镁啊，比如说铜啊这类的矿物质。我们的细胞呢得到这些营养矿物元素之后呢，就可以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一类的肽呢就是会起到促进胶原蛋白产生的功效。第二种呢就是抑制生物酶的这样作用。咱们知道哈，这个酶啊它是促进化学反应的，在我们的细胞中呢就会产生一些酶，可以加速的让这种胶原蛋白啊跟这个弹力蛋白分解掉，就是它能加速分解蛋白质。那我们身体就是不断的产生蛋白质，然后不断的分解，就是有一个代谢过程嘛。有一些这个肽呢，它就可以起到抑制这个生物酶，把这个生物酶减少之后呢，就让我们皮肤里面的这种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活性时间更久，就是阻止这些酶去分解掉我们已有的这些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第三个呢就是信号肽，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现在这个多肽成分里面最有效和最科学的去发出来信号呢，欺骗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以为我们的皮肤溃烂了，我们的皮肤有伤口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就会做出来免疫反应，杀菌也好啊，修复也好啊，把老的细胞搞掉，然后促进新的细胞生长。这个呢也是目前来讲我们认为可以起到抗老功效的这种多肽的作用。第四种呢就是目前来讲在护肤品里面非常流行的，叫做罐装 Botox， 就是罐装肉毒。这种呢是叫做神经递质肽，它呢是可以减少我们肌肉的灵敏度。我们知道这个 Botox 就是这个肉毒是干嘛？就是你打上去之后呢，这一块东西哈，它就不太会动了，对吧？这块肌肉动起来就比较费力，不太会动了。这种肽呢，它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比如说你平时你这个眉飞色舞的哈，这个肌肉啊特别的活跃哈，但是你用这个肽之后呢，它让你的肌肉的活跃度就降低了。比如说你有川字纹啊，比如说抬头纹啊，比如说你这个表情纹呐、眼周细纹哈，它让你动的时候呢，你眉飞色舞的时候呢，这些肌肉呢就变得非常的缓慢，从而减少这种活性皱纹的产生。所以它叫做罐装的肉毒。那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它的数据非常非常的小，价格也不便宜。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我更愿意去打针的肉毒。接下来多肽都有什么作用呢？咱们视频开头就讲了哈，它现在目前来讲最大的作用就是起到保湿，附着在我们的表皮。因为它大部分来讲的话很难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它就附着在我们的表皮，给我们起到一个温润保湿的这么样一个作用。那第二个作用呢，可以帮我们 renew， 就是翻新，或者是说焕肤也好啊，说更新也好啊，以这个方式来起到减少皱纹啊，减少粗糙啊，就减少皮肤问题，从而起到抗老的作用。尤其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信号肽，它能欺骗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的自身搞自身所有的护肤品都没有咱们身体的作用强。那它呢就是利用了我们的身体，欺骗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自己搞自己。这个呢也是多肽最大的作用，也是我们期望它最完美的作用。第三个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皮脂膜的健康。那一个是它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层呢，它可以帮我们保护我们的皮脂膜。那第二个呢，因为它可以更新我们的皮肤细胞，这样的话在更新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皮肤呢就会分泌出来更多的健康的油脂来保护我们整个皮肤的一个生态。那第四个呢，就是它可以紧致皮肤，无论是它欺骗我们，让我们自己攻击自己
焕新皮肤，促进我们皮肤细胞的生长，把那个老的给搞掉，把新的让它快速生长，还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平装肉毒哈。哎，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起到紧致肌肤的这样的功效。说了这么多，以上大家应该都是非常兴奋的，恨不得现在下单去买一瓶多肽产品哈。那我要说第一点就是说，它绝对不是立竿见影的。那当然了，所有的护肤品都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我之前所说的，比如说一些保湿成分啊，一些 B5啊，有修复的功能啊，还有一些尿素啊，包括咱们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酸呐、A 醇啊这种东西呢，你用它3-5个月，你能看到这种很明显的功效。那多肽你可能需要拉的时间更久。如果你真的信任它，我觉得护肤品最主要的你要有一个信任。你要有一个对它的一个信仰哈，你信任它的话，你可以常年使用下去，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哈。但是这个东西你 trigger 就是你欺诈你的皮肤无限的进行一个免疫哈，是不是好事儿呢？我们谁也说不好，对吧？如果你非常的信任这个成分，你可以长年累月的用下去，用个几年看一看。对于我来讲的话哈，我这个人我金牛座的嘛，就比较较真儿，我还是希望就是再让子弹飞一下哈，看看别人用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我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要是在使用很多的功效型的产品的哈，这个东西用不用都无所谓。如果你对以上刚才说的这些作用有期待的话，你首先要明白的就是它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它可能需要比3-5个月更久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第二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高昂哈，毕竟它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新的成分嘛，算是高科技成分，起码是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哈。但是呢，它又不至于贵到天价哈，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如果真想尝试它的，也不需要买那种特别天价的产品，只要有这个多肽就行了哈，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既不能赶紧的看到效果，你还在持续的一直回购它，可能才能在你的脸上几年之后显现出来一些效果。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最后一个缺点呢，那因为它这个东西相对来讲的话比较新，所以呢它并没有足够的数据去说明它是真正有效的。这一点也是一个问题。那综合以上的优缺点哈，我认为如果你是学生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些东西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那即使不是学生党，就比如说你和我一样是80后，我们真正的需要去抗老了，而不是说去尝试这个东西，用个5年10年，是不是看它有效果？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真的去等它的这个效果出现了。我自己更趋向于去用一些真正有效果的成分，这些东西的合理运用是可以很快看到它的收获的，而且你在运用的过程中，你会知道各个成分的一些特点呀和一些注意事项哈，然后在你整个往后的5年10年甚至更久的这个护肤里程中呢，你能更好的去调节运用它，就像升级打怪一样，最后可能会综合出1个2个最适合你的成分，这么长期的使用下去，也能从自己的脸上看到效果。这是我们这个年龄需要去实现的事情，而不是说用一款不疼不痒的。那真的，你如果真是保湿的话，还不如用一个凡士林，是吧？凡士林是保湿之王，对吧？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我认为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不如把钱用在刀刃上，可以做一些激光做一些医美然后真正打一些真正的肉毒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买一罐这种梦想，我觉得已经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了。你也可以去选择的使用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去尝试一下。那如果大家用着有更好的产品，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包括如果你们认为或者是学习到哪一些产品里面的多肽效果特别好的话，想让我做一个 review 的话，我也很乐意的去尝试一下，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回复。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